是能让人1天就死的蜡丸，可他却直接吞进肚子里，而这是他能否活命的关键。就在他吞下蜡丸的同时，屋外就闯进来一群特务，有人举报老刘偷看了绝密文件。当时老刘故意留下的破绽，让他毫无悬念的被人用枪指着脑袋，直接押送进了白山馆监狱。可当他走进这所让人闻风丧胆的监狱时，他的内心却是喜悦的，因为他费尽心思就是为了进这所监狱。可下一秒他就傻眼了，看着眼前这碗泻药，他头皮不由得发麻。一旦喝下泻药，他之前所做的努力可就白费了。可还没等老刘想好对策，就见狱警抬着一人的手臂，看着手臂上的胎记，狱警直接将烧红的烙铁按了上去。在白山馆，什么也别想带。见此情景，老刘放弃了脑海中的想法，如果不喝了这碗泻药，那这里的狱警怕是会将自己拉去解剖。随着众人一饮而下，一人便拿出一头，狱警们使劲搅拌，很快就有一人发现了宝贝，看起来正是老刘吞入肚里的那丸。而老刘之所以冒险进入监狱，是想要以身入狱，营救被关押在白山馆的一名化学专家，而那碗里是他精心制作的袖珍工具，也是越狱必不可少的东西。本以为可以瞒天过海，没想到白山馆监狱的搜查如此严格，狱警直接将那碗拿到老刘面前展示。在白山馆这里，你什么都别想带。所有人都以为老刘必死无疑，可下一秒却见狱警扯着另一个人头发。原来老刘吞下的那丸还在肚子里，他特地给工具做了一个机关，一旦受到食道的挤压，机关就会触发，将那丸暂时固定在食道内。可这也是最致命的，一旦超过16个小时，那丸就会慢慢滑进胃里，到时候胃出血就能直接要了老刘的命。而此时他吞下那丸最少15个小时，那丸在食道中滑动，已经让他开始咳血，他必须尽快找个没人的地方将那丸吐出来。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狱警知道他在军统的地位不低，竟故意让他观摩审讯犯人的过程。这种行为放之前老刘根本不在意，几个臭鱼烂虾也吓不到他。可此时他能感觉那丸正在不停往下滑，他不得不启动紧急方案。只见老刘突然嘲讽起来几个狱警：一个小小的共匪，审了这么久都没有审出来，我看白山馆也不过如此嘛。看你们有什么本事，就直接对我来吧。哼，我看你小子是皮子痒痒了吧？别以为老子就不敢打你！去你妈的！面对即将到来的毒打，老刘内心狂喜，因为那丸还有一个紧急机关，只有遭到重击才能弹出一个倒钩，让那丸不再往下滑入食道。可就在狱警准备动手时，却突然被冯彪拦下。显然冯彪还是忌惮老刘的身份，如无必要还是不能下狠手，指不定上级一个命令，老刘又出去了，那到时自己可就惨了。面对冯彪突然起来的照顾，老刘心里骂了他千万遍。虽然冯彪还是给了他几鞭子，可这样的力度远远不够，于是老刘再次要求上强度。白山馆的看守都是软蛋子吗？只会用娘们用的软鞭子抽人吗？给我来点硬的。此话一出，总算点燃了冯彪的怒火。那我就让你尝尝冯彪的